大家好，这里是雪莉观察。你知道吗？世界首富又换人了。福布斯在4月4日发布了2023全球亿万富豪榜，上榜人数较去年下降了28位，总人数仅有2640位。谁能跻身前10？一起来看看吧。第10名 Steve Ballmer， 入榜财富值807亿美元，美国人，现年67岁，毕业于哈佛大学，微软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兼总裁，现任 NBA 洛杉矶快船队老板。他的财富主要来自微软。本次由于微软公司股价下跌剧烈，这位前任微软 CEO 的个人财富在去年也应声缩水了100亿美元。第9名 Mukesh Ambani， 入榜财富值834亿美元，印度人，现年65岁，亚洲的新首富。印度是一个贫富差距极大的国家，生活在底层社会的很多人每天仍然为了吃饱穿暖发愁，而一些印度富豪却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富，过着我们常人不敢想象的奢华生活。Mukesh Ambani 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富二代，他爸爸在他出生的第2年创立印度信息集团，其业务涉及金融、通讯、石油、生物科技等各个领域。据统计，在全印度股民中每4个人就有1人购买了该集团的股票，是个把控印度经济命脉的企业。第8名 Carlos Slim Hello， 入榜财富值930亿美元，墨西哥首富，现年83岁。他是墨西哥电信的最大股东，也是墨西哥美洲电信的首席执行官。去年，这位电信大亨旗下墨西哥美洲电信公司的股价上涨了 14%， 个人财富增长了近120亿美元。Carlos 自小就有过人经商能力，依靠自己敏锐投资能力，很快成为一名亿万富豪，又把握数次机遇，成功让自己成为墨西哥电信最大股东。第7名 Michael Bloomberg， 美国人，现年81岁，入榜财富值945亿美元。39岁开始创业的商界奇才，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，还当了12年纽约市的市长，他的人生堪称传奇。他的财富主要来自彭博公司。尽管在去年为慈善事业捐款了17亿美元，但他的个人财富依旧通过其领导的金融终端和媒体业务实现了增长。第6名 Bill Gates， 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，入榜财富值1040亿美元，美国人，现年67岁。盖茨于2020年从微软董事会辞职后，仍会花10%的时间与微软团队合作，包括微软支持的 OpenAI 团队。除了他在微软公司外，盖茨还因其慈善事业而广为人知，一生累计捐款超过了1000亿美元。第5名 Warren Buffett， 世界知名投资商，入榜财富值1060亿美元，美国人，现年92岁。巴菲特在过去3年里都在大举投资，他的财富主要来自于投资。他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创始人、主席和首席执行官。这家公司是一家多元化的投资控股公司，持有多家公司的股份，其中包括可口可乐、苹果等知名企业。第4名 Larry Ellison， 美国人，现年78岁，世界上最大数据库软件公司甲骨文的老板。在科技行业的艰难1年里，其财富排名反而上升了4位，主要得益于该公司的股价上涨了 10%， 入榜财富值1070亿美元。它的产品遍布全世界，甲骨文用世界领先的信息管理软件，垄断了这世界上多数企业的命脉。不过32岁以前，埃里森还一事无成，读了3个大学，却连1个学位都没拿到，工作换了10几家。他在开始创业时只有1200美元。此外，埃里森情感生活高调，是硅谷有名的花花公子。好莱坞几乎一半的女星都和他闹过绯闻，已知的婚姻就有4段，每一任的颜值和身材都非常在线。这个男人的后半生可谓是真正的人生赢家。第3名 Jeff Bezos， 前亚马逊 CEO， 入榜财富值1140亿美元，美国人，现年59岁。贝索斯应该是去年财富遭受最大打击的亿万富翁。贝索斯目前的净资产比去年3月减少了570亿美元。他的财富蒸发主要是由于亚马逊的业绩下滑。亚马逊的股价在2022年下跌了 50%， 成为第1家市值损失1万亿美元的上市公司。2023年对亚马逊来说也是一个艰难的开始。接班人贾西想让亚马逊成为一家更精简的公司，开启了裁员计划。今年1月宣布裁员 1.8 万人，今年3月又裁员9000人。
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投资者对亚马逊未来的担忧。第2名 Elon Musk， 入榜财富值1800亿美元，财富来源特斯拉、SpaceX、Twitter。美国人，现年51岁，去年的首富，今年降至第2位，身家比1年前缩水了390亿美元。可以说，马斯克是因为在推特上发文而失去了自己的首富地位。自他去年4月宣布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后，特斯拉股价下跌了近50%。投资者担心接管推特会分散马斯克精力，不利于特斯拉的管理。另外，为收购推特融资，马斯克大量抛售特斯拉股票，也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。第1名 Bernard Arnault， 现年74岁，他以2110亿美元的财富超越马斯克，坐稳了2023年度的世界新首富之位。2110亿美元什么概念？相当于福布斯富豪榜上的3个钟闪闪、5个马化腾、8.5个马云。如此有钱的阿诺特是干什么的呢？他可是全球最大奢侈品帝国的掌舵者，一个每天都在让全球腰缠万贯者为其贡献财富的人哦。光听名字你可能还不是很熟悉，但要是说起他背后的公司路威闵轩集团，恐怕就无人不知了。在路威闵轩的版图上，香槟王、库克香槟、路易威登、罗意威、斯林、纪梵希、芬迪、娇兰、宝格丽、蒂芙尼、丝芙兰等等顶尖大牌都是他的。所以当你们在商场疯狂买的时候，钱可能都进了同个公司的口袋哦。而且2022年对于阿尔诺而言是辉煌的一年，路威闵轩集团利润创历史新高，股价上涨18%，这使得阿尔诺的财富在过去12个月里增加了530亿美元，是所有富豪当中增额最多的。去年对全球富豪们来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，股价承压、利率骤增、独角兽估值受挫等影响了全球企业的经营。从榜单上看，在所有上榜富豪中，美国富豪数量为736位，位居全球第1。中国大陆地区紧随其后，富豪数量为562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中国首富仍是瓶装水之王农夫山泉董事长钟闪闪，这已经是他第3年成为中国首富。钟闪闪的财富约为680亿美元，较去年的657亿美元依然实现增长。他在本次全球亿万富豪榜上排名第15位。另外，电商企业拼多多的创始人黄峥财富增长尤为突出，其财富从去年的113亿美元增长至302亿美元。在向美国市场成功引进低价跨境电商平台 Temu 后，拼多多的股价增长超过1倍。据说拼多多在美国杀疯了。截至3月26日的1个月内，美国人在苹果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商店中下载排行榜第1的就是 Temu。自去年第4季在圣诞假期的购物旺季，全美下载次数达1300万次，已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应用程序之一。还挺为前亚马逊 CEO 贝索斯担心，今年在和 Temu 的对决下，会不会财富继续缩水呢？好了，这一期就先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这期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的话，请一定要点赞、转发、评论和分享给你的朋友们。如果你想收看更多有趣、有价值的视频，请务必关注我，让我们一路向前，探秘全球财富吧。